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蜗牛。这支枪相信很多人都认识吧？它也是这个非常有名的一款枪，二战时期的一款经典。为什么有名呢？因为它是这个步枪史上第一款突击步枪，是1943年雨果·施迈瑟设计的，1944年才开始大规模生产，1944年7月才列装到当时纳粹德国的部队，但是它服役期非常短，不到1年的时间，因为纳粹德国很快就战败了。1945年5月份吧，纳粹德国战败以后，他基本上就不在军队服役了。后期就是东德的一些警察呀什么的还在使用，但是谁也磨灭不了他在步枪史上的贡献。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突击步枪，这款呢是咱们国产的一个 copy 的 Airsoft 版本，看看这儿，哎呦 ，Made in China。这支枪做工用料是非常非常足的，拿在手里相当沉了，全都是这个铁壳子。它这个设计的还挺有意思，你看这个弹匣这个位置，它用这个2翼把这个中间这个供弹口什么都包起来了，就是仿真度还是挺高的。这支呢是电动的，这个电池仓在这个后托里边，拆起来呢，就是这个位置有一个像弹簧似的东西，把它搬进去，然后往里顶进去以后，从这头拔出来。就可以把后边这个尾部拿掉。它是用11.1伏的锂电池。为了它，我又特意买了一块锂电池。我很少用锂电池的，因为总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危险。就冲爆那一次啊，我就一直对这个锂电池，就是总是心里不踏实的那种感觉。好，这边这个弹仓口啊，打开以后，这个 hop up 系统在这儿可以调。它这个弹仓门设计也不是很好，就是太松了，很难卡得住，它自己动不动就弹开了。回头我还得自己想办法调一下这块儿。这个呢完全是装饰了。弹匣呢是一个这个 high cap 弹匣，也是用轮子摇的。我特别不喜欢这种弹匣，稀里哗啦响，而且抠那个轮子特别费手指盖。然后它这个保险呢，在这个位置，它是前后推拉的，单发、连发。这个保险也是挺那个什么的，就是声音还好，但是它就是有时候你用力大了，一下就调，特别不好控制。连发。
这个射速还是蛮高的，但是就这个摇轮我讨厌，射速是蛮高的，非常非常舒服听着。每次玩完了，又把这里边这个壁笔清理干净，要不然的话就影响那个烘蛋的弹簧。我是特别不喜欢这种该卡麦的动作，就是如果要是它是能自动烘蛋还好一些，就这种需要这个扣轮的特别麻烦，特别费劲。这个枪还带了一个那个像钥匙似的，你可以拧着烘蛋，还算是比较人性化了。如果要是说能设计一个电动烘蛋呢，那就更好了。要是有这个电动的弹鼓，我肯定会买一个。而且这个枪这个弹匣它比较特殊，所以你买别的那种就是其他的枪的那个弹匣也不好配，这只能买它这种专用的。真是，厂家要是能出一个这个电动的弹鼓可就好了。希望有厂家能看见我吧，然后设计一个电动弹鼓，是不是？这样也能造福大家。这个枪呢，整体上感觉非常非常好，无论是这个射速啊，还是说拿在手里的感觉啊，还是说这个波箱里的声音呢，听着都非常非常稳定，然后波箱里杂音也很小很小的，射速非常非常高，非常好的一款枪，做工也很不错，不管这是这个木头的配件啊，还是说前面的金属配件啊，握把啊，做工都不错。它这个握把也是金属的，就是压出来的，估计是就是仿那个真枪的结构吧。就压出了这么一个箱，没有其他的那个护手贴片啊什么的。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就这个弹仓，它弄得有点太松了，特别不容易卡住。好不容易卡住了吧，你要稍微碰一下或者磕一下，它马上就弹开了，这一点挺让人头疼的。再一个就是这种带卡夫慢夹。要是能有那种 middle cup 的，我肯定会买一个；或者是说有那种电动机供弹的、自动供弹的，我肯定会买一个。这个拿出去玩很舒服的，而且很抗造，很结实，非常结实，很好。这个非常喜欢，这个是非常值得收藏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